大家好，我是 Kitchenman。那今天我们又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调色这一幅小猫咪的一张照片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照片的一个颜色的分布。第一，它的整一张的画面其实也是比较平淡的，然后呢光照是比较充足的，所以呢它的光和暗的地方呢，其实它分布也是挺分明。那么我们的思路是把这张照片的对比度还有鲜艳度调上来，然后就把光和暗的部分增加它的对比度，令整一张的照片的一个立体感会更出来。那首先我们来调一下白平衡，我们把色温一点点偏暖色调，然后把色调调一下偏向右边，红润一点点。曝光度的数值，我们来看一下直方图。由于直方图的右侧呢，它其实高光的部分其实并不是太饱满的，那么所以我们的曝光度呢，也是可以大胆的往右再调一点点。那调完曝光度之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一张的照片，修改前和修改后。在修改后呢，我们的照片其实亮度已经非常的足了。那现在感官上其实也是比较好，但是现在由于它的对比度还不高，我们可以看得到直方图，它暗部的部分呢其实是比较少的。那所以我们整一张的照片，它的对比度它的立体感也不是太多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把对比度给调大一点点。接下来把高光的部分再往右一点点调一下，阴影的部分调暗一点，令它的暗部能够暗下去。白色的色阶也一样，可以往右一点点，令光的部分更光一点。黑色的部分也是，把最黑的部分给压回去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调整前和调整后。那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，修改后的照片它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好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整只猫的立体感已经出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先跳过偏好这一部分，我们来到色调曲线，我们用经典的 S 曲线把暗的地方再次压下去，光亮的部分再次调上来，然后整体中间调可以往上一点点试一下，然后我们打开红色通道。由于整一张的照片呢，它是偏暖色调的，那我想令它的暖色调更加的突出一点，那么我们是可以利用红色通道，还有我们的绿色通道，先把红色通道的暗部给压下去，同样的把绿色通道暗部也是压下去。那经过这一番的操作之后，由于红色通道和绿色的通道的暗部都给压下去之后，那么由于红色和绿色都压了下去，那么它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一张的照片就是会偏黄色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调整 HSL 数值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色相的红色，红色在整一张的照片里面有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墙上的红色，第二个是猫咪上笔头的红色。那么我想红色再红一点点，那所以我们把红色给偏过来。橙色的话呢，就是整一张的照片的一个颜色的色调，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偏黄色一点点。黄色的话也是再偏黄一点点。
绿色调就是我们照片的上方植物的地方，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偏绿一点点，浅绿色也是。蓝色色调是水管的部分，那么我们不想水管太过于抢眼，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把蓝色偏回浅一点点。其他的紫色和洋红其实它的作用不大。那么我们来到饱和度，红色我们想令墙体的颜色还有猫咪的鼻子的颜色可以更饱满一点，所以我们增加它的饱和度。橙色的话也是，我们要令整一张的照片的风格偏暖一点点。同样，黄色也是。绿色要增加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要突出上面的植物部分。浅绿色也是。蓝色的话，我们要减弱一点点。接下来去到明亮度，把红色调上来，或者是压下去。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，猫咪的笔头的红色呢，它是明显的红了很多。橙色的也是，我们试一下把它给压下去，或者是提上来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提亮一点点对整一张照片的风格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黄色可以压一点点，因为现在看直方图的话，它右边的高亮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多的，那么我们可以试一下压回去。绿色的也是，我们可以把绿色压回来，令颜色可以重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。蓝色的可以高亮一点点，浅绿色的也是。那现在我们的 HSL 的颜色调整呢，就差不多了。在色调分离这里，我们可以试着把高光的颜色偏向于黄色，因为我们整体的风格是偏暖的。然后饱和度拉高一点点，令整一张的画面更加的偏暖一点点。阴影部分，由于阴影部分它更多的是一个景色部分，所以我们的阴影部分同样的是偏去冷色调。我们先可以试一下蓝色，我们把饱和度拉上来。那现在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在调整之前，我们的木板的颜色是偏暖色的，但是我们增加了饱和度之后，它就有一点点的偏冷了。我们要减少一点点饱和度，然后我们把它的色相再偏向回冷色调这一边，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平衡，平衡的话它更偏向于高光部分。那现在我们反过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纹理这一边，纹理它更多的是显示在我们的木纹的状态，还有我们的小猫的一些毛发，我们把纹理调高一点点，我们可以看得到木纹的细节开始出来了，然后清晰度也是。迅猛龙我们可以不调整，鲜艳度的话，我们可以调高一点点，令整一张画面的颜色呢更浓郁一点点。饱和度我们可以先试一下，再调高一点点。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调低一点点。那整一张的风格呢，我觉得是调高一点点，让颜色浓郁一点点，可能会更好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调整前和调整后的一个对比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我们调整后，我们整一张
相片的一个颜色其实是浓郁了很多，尤其是小猫的肤色是非常的浓郁的，而且立体感也很好。我们的木板的纹路也是清晰可见。那现在整一张的照片其实调整的也差不多了，那我们最后再微调一下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色温调回一点点，令整一张的画面不用那么的黄色，那么的暖调，对比度也是可以调回来一点点，高光部分可以再调一点点，黑色色阶我们可以再往左调一点点，因为我们的实方图显示，其实它左边的空缺还是比较大的。那好，我们这一张照片已经调整完了，那之后我们会在下方会把我的一个 preset 那个预设会放出来，欢迎大家去下载来使用。